时空的变幻莫测，像一个盲盒，从未知的门穿梭，神秘也快乐。允许你的表情，放肆你的歌，用你的眼睛开启未来颜色。是一场日落，打开了夜的探索，是一场大雨，淋湿了干涸沙漠，是一个奇迹。只要流星一坠落，痴心的花就开出一朵。你呀你，一步步靠近我，一天天慢慢的占据我。哪怕是你我时空交错，像月球一圈圈围绕我，正好我一起打开盲盒，彼此是各自的救赎者。快乐的快乐，哎哦哎哦，失落失落，哎哦哎哦，明天是盲盒，幸运的是我有了你哦。快乐的快乐，哎哦哎哦，失落失落，哎哦哎哦，明天是盲盒，幸运的是我有了你哦。崔总，你喝点水。崔总，我担心这一次不是意外。如果您继续坚持停止实验的话，恐怕他们还有很多手段。老孙，你怎么样？怎么进医院了？啊，我没事。你先出去吧。坐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你平时都挺严谨的，也都带药。出门着急，药忘带了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我已经在尽快推进实验了，现在有些进展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解决违规实验的事情，必须要阻止他们。我是顾衍之，我实名举报高深集团操作违规实验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违规实验？好像是顾教授去。你没看到吗？赶紧看呀！违规实验。怎么了？顾教授为什么要这样？你看到了吗？高深被举报了。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啊！搞定的是一塌糊涂，直接缩水了这么多，公司必须要给我们个交代。这个球都打水漂了，要赶紧想想办法才是啊！崔总，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股价下跌，声誉受损，你不给各位一个交代吗？崔总，公司是否真的进行了违规实验？这件事情可非同小可。如果让舆论继续发酵下去，会影响集团后续发展。各位，这件事情上，我确实存在监管不力，但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会尽快查明真相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先给大家道个歉。这件事儿可不是一个轻飘飘的道歉就能掩盖过去的。各位，顾衍之的研究所一直接受我们的投资，现在反过来举报我们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？听说顾衍之站出来举报，是因为你们分配利益出现了分歧，这是真的吗？对啊，
让早本真出现了分歧啊！这件事情纯属子虚乌有。顾衍之教授一心致力于研究，崔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维护顾衍之教授吗？各位股东，我们隋总跟顾衍之教授是多年好友，所以他宁可自己背负所有事情，也不愿意把背后的真相说出来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，幕后主使就是顾衍之。不用说了，我看他们俩就是想搞臭公司，独享研究成果。赵董，你说这个话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的话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老隋，大家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能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吗？啊？对呀，隋总，真相是什么？你告诉大家呀。对呀，隋总，说明白就好了。说不出来了吧？就这还要告我诽谤？哼，搞笑吧？哼。我没什么要说的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赵董，辞呈我会补上的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教授怎么可能是违规实验操作的背后主使啊？没想到董事会那帮人，居然把脏事泼到顾教授头上。怎么想的？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，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。这群股东就是无情。教授来了。啊，教授，那帮混蛋他们胡说八道，我们是不会相信的。是啊，我们都相信你。对，教授，我们相信你。我们相信你。对，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。不过，为了配合有关部门调查，也为了不影响研究所其他工作，我会暂时退出研究所，等待事情调查清楚。不是你为什么要退出研究所啊？他们查让他们查啊。是啊，相信我，这是暂时的。那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对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，顾教授？这么长时间，我相信大家的能力。教授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。是啊，现在是实验的最关键时期，那些数据都在等着您把关啊。我知道，我答应大家会尽快回来。尽快是多快啊？您要走，我们……对啊，实验一直是您在带领我们做，怎么可能？你下来一趟，有话跟你说。你们先忙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哎，教授，顾教授。袁墨，你为什么要退出研究所？这只是暂时的，毕竟从一开始就是我个人的决定，要和他们抗争到底。我不想影响公司的其他项目，毕竟那是他们的心血。那也是你的心血啊！你不是说了吗？你想要尽快研究出成果来，拯救那些被血液病折磨的患者。我的初衷没有忘。那你告诉我原因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不行。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我的选择都不会变，而且这是唯一的选择。为什么是唯一的选择？袁某，我之所以这么选，我有我的理由，我希望你理解我。不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让我怎么理解你啊？好了，你看啊，我们先暂停这个研究，我就有更多时间陪你了。我不需要你陪，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顾衍之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？你去哪儿？我想要冷静一下。严墨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了？跟失恋似的，是不是顾衍之欺负你啊？
你告诉我，我去骂他。顾远之他举报了公司，退出了研究所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我总觉得哪儿怪怪的。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奇怪。我担心，他会不会是因为我才……严墨，你别多想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要不你再冷静2天。冷静什么呀？这种时候必须得好好把握住机会，谅顾远之几天。这样，这几天你就去我家住。会麻烦你吗？当然不会啦。我跟你说啊，对付顾远之这种男人，必须心狠手辣，谅他几天他就老实了。是吗？真的。你看陆飞，你看他手上拎的包。走。我跟你说呀，跟上啊。哦。对付男人吧，你就得晾着他，不能百依百顺的。来吧。陆飞燕跟我说你身体不好，你就睡我卧室吧。那你睡哪儿？这是我家，还用担心我睡哪儿？晚安。那你早点睡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认枕头。晚安。晚安。然然，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我把卧室让给严墨了，我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睡。哦，好，那你睡这儿，我睡沙发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啊？我跑过来是为什么？你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睡？陆飞燕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，听到没有？过来吧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！陆飞燕，1、2、3，你过来，来。咖啡给你点好了。怎么只有你啊？赵总呢？赵总公务繁忙，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转达也是一样的。难怪你对老崔爱答不理，原来是有了更好的靠山。郭教授，我希望你能继续给我们提供实验报告。我不喜欢受制于人，就算做研究也是为了项目本身，而不是给谁卖命。顾教授，目前闵浩以及其他一些公司都在进行这项研究，你再不抓紧点时间，你就不担心他们超过你吗？如果你跟赵总低个头认个错，他也说了可以既往不咎，你马上就可以回到研究所。如今赵总的公司股价大跌，就算我回了研究所，你确定他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的项目？这些就不需要你担心了。赵总能做到现在的位置，难道只是手握高深一家公司吗？顾教授，隋总呢，已经离开了公司，他也帮不了你了。你现在只能选择跟我们合作了。你们之前对这个项目投资巨大，
如果说我转投别的公司，会不会给你们造成很大的损失？对于赵总而言，他在公司失去的，肯定能在其他的地方拿回来。考虑一下。好啊。各位，现在该是我们做决断的时候了。我的意见是，放弃抑制剂研究项目，及时止损。放弃？放弃不行啊！赵总，这放弃的话，我们的钱就回不来了呀。大家已经投了这么多，你这个时候说放弃，大家前面的钱怎么办？大家投了这么多，让高深停止研究，然后让闵浩继续。赵总，这是你的如意算盘吗？你们两个来干什么？这是股东大会，你们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，没有资格站在这儿。马上给我出去！到底谁没有资格？大家看完这个再做判断。这是闵浩对外公布的实验数据，经过分析对比，这个数据和研究所的实验数据如出一辙，就连误差都一模一样。赵总，难道不要解释一下吗？顾教授，就算是实验数据一样，那又能说明什么？难道这全世界能做这个实验的，只有你顾衍之一个人吗？那这个呢？这个能说明问题吗？赵总能做到现在的位置，难道只是手握高深一家公司吗？对于赵总而言，他在公司失去的，肯定能在其他的地方拿回来。赵总罔顾高深集团的利益，指使魏巍窃取我们研究所的实验数据，出卖给对家公司闵浩，而赵总又暗中持有闵浩的大量股份。这样一来，这笔生意无论怎么做，赵总都是稳赚不赔，对吧，赵总？赵总，这个录音是怎么回事？顾教授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给我们解释一下。是啊，你赶紧说清楚啊！是真的吗？我们那么信。一段经过剪辑拼接的录音，又能说明什么问题？我看你们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录音可以剪辑，那人证呢？萧子白这个名字，赵董耳熟吗？国内的新闻相信你已经看到了，衍之被他们诬陷，离开了研究所，他的项目也受到了影响。隋总，你不用再说了，顾教授帮了我这么多，现在是我回馈他的时候了。我这边有赵董和魏巍盗窃数据、陷害他人的证据，我一会儿发给你，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回国作证的。好。萧子白挺，人家可是有证据呢。看一下，我也拿过来看看。这怎么？这是萧子白提供的关于赵董窃取数据的相关证据。赵董，要不要好好看看？赵总，大家这么信任你，你这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啊！就是啊！你也表示了没有啊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陆飞燕说：“你的这个病不能耽搁，老隋又受到了危险。我不想让你们任何一个人有危险，我也害怕事情再耽搁，会变得无法挽回。所以我就瞒着你，用最快的方式处理。所以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瞒着我不告诉我。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有多担心你吗？你以为你这样子很帅吗？对不起。”我保证以后不再这样了，请你原谅我。然后呢？然后别生气了。哎，干啥呢？苏长，你们这些臭男人怎么都这样自以为是啊？以为自己在拍偶像剧是吧？一口一句什么保护，你别碰我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，很有魅力啊？好了，你扒拉我干什么呀你？对啊，
你玩什么自我感动、自我牺牲这一套，土不土？还有陆飞燕，你是我朋友还是他朋友？怎么帮着他说话？对啊，你们什么时候联盟的呀？你什么时候和他变成一伙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资料已经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了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尘埃落定。谢谢你。这次要不是你叫停了实验，我也……你跟我还说这个？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说好去你们学校的吗？老孙，有件事情咱们俩要不要聊一下？是该聊聊。不过不是和你，严梦。我们能单独聊聊吗？那边是礼堂，前面是体育场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跟衍之经常在这打篮球。虽然他长得高，但我经常盖帽他。是吗？我听他说过你们大学时候的故事。这是我们认识的地方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为了同一个梦想，一起努力，一直到今天。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儿开始的，所以我也希望有些故事能在这里结束。你放心吧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我只是想斩断一些影响我们友谊的故事线。我追求过你很多次，但你从来没有接受过我。我原以为，只要我付出真心，一定会有结果。也许早该知道你喜欢的人是衍之，而我的爱呢，给你带来了危险，让你身处险境。我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早就已经原谅你了。而且我们现在不是成为好朋友了吗？我跟衍之的这场比赛，从一开始我就输在起跑线上，可我还在傻傻的往前跑，时间长了，真的有点累。野梦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如果是 yes， 我就继续追你；如果是 no， 我就放弃。老隋，要不我们还是别……你赢了。野梦，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，我希望那个被你爱上的人是我。你在想什么呢？野梦，嗯，我爱你。
高深这边的事情就都交给我吧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我希望你能尽快去治疗。你知道吗？我一旦开始接受治疗，我们就得分开了。好，跟我们不在一起比起来，我更在意的是你的生命。严墨，只要你能够健康的活着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主任，我们要走了吗？你也不想走吗？主任，人类一般在这个时候都要做些什么呀？人类一般在这个时候都会去见他最重要的人，然后跟他好好的告一个别。小欧有想要见的人，小欧有想要告别的人。你作为一个机器人，怎么越来越像一个人了？那是好还是不好啊？有好有不好吧。怎么了？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我跟研磨就要走了，他说要跟最重要的人告别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好像我在这里最重要的人就是你了，所以我来跟你告别。你是要去哪儿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要回我原本的地方了。原本？再见了。啊，不对，是再也不见了。你留给我的一瞬接近永恒。
去已不断让我一生。妻子又飞往更美的旅程，我很好不用过问。你知道小欧和严墨要离开了吗？知道。那你怎么不挽留啊？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爱一个人不是一定要跟他在一起，只要知道他健康快乐，我就已经很满意了。而且离开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强行挽留只会让他受到伤害。你能忘记严墨吗？你能把你们经历的一切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？我做不到。小欧，你下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思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必须要走？嗯。那走之前，你再陪陪我吧。你好啊，好朋友。一颗心化作了空白，破壁而来，是你让梦不用泪掩盖，在星辰之外。你说永恒一样的存在，与坚定侧脸，让我一眼看见未来。我猜剧情总跌宕而意外，可是所谓的期待，总已。